们刚刚从大良江村出来，到了另外一个也是明清时代保存非常完整的古村落，叫吕家村，而且这里是不要门票的。然后这里面呢，我们自己胡乱走，找到了一家农家乐的餐馆，然后他们家看了一下，有些主食就要了一个当地的特色，叫大锅菜馒头，还有饸饹面，是有红薯的和荞麦面。老板说当地人都吃红薯面的。还有一些炒菜和烤串，我们家点了一些。一会儿看看味道怎么样，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面是什么样子的。都是去上面上供。哦，对，我父亲的名字是按那个家谱起的，从我这儿就没有了。时间长了就。对。这是臊子吗？对。它这一大碗，感觉很大。很多，我先看到的是豆腐、粉条、海带，还有肉、土豆。就喜欢吃这种乱炖的菜。粉条倍有味儿。应该还有白萝卜。配菜中是叫馒头，但是其实也不是白馒头，是玉米面的馒头。然后烤串里面这个馒头呢，也是这样玉米面的馒头。吃一个馒头吧，吃不过来了，孩子有点。我觉得这个粉条炖的非常软烂。像彭弟这种平时不爱吃这种炖菜的人，都觉得这里面的粉条和土豆挺好吃的，主要是比较有味儿的，特别进味儿。那粉条就夹不起来了，已经完全都碎碎的了。河北省，这是河北省的特产饸饹面。我觉得这个面条如果单吃的话，应该是吃不出来是什么样的，觉得和普通的面条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，但是就是稍微筋道一点儿，比白面的面条。但是我觉得上面这个配料挺丰富的，西红柿，还有油菜，还有这是香干，对，合在一起特别有味儿。老师呢？好笨鸡蛋。这一大份大锅菜呢，我就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下这一点了，因为量很大，实在是很撑。如果大家来吕家村玩呢，也可以选择在这儿吃，不是很好找，但是呢，有一个牌子可以顺着路进来。行，我们一会儿吃完了又要经过那个特别可怕的山洞回去了。好了，拜拜。你看，这都是那个红色旅游啊，你发现了？前牲口伏击战指挥驻地，当时就在这儿制定了战略部署，知道吗？正好在山中间、山坳里面，不容易被发现。邓小平就这儿吗？送到接力，准备转移。进来。太开心了。前顺。哦，到，好，好，孩子，耶，下，行，你咋来了？孩子，别怕，娘来看看你，顺便送送这张贵送的。
感觉一路走来一直在有几个那个工作人员在拍戏，拿个枪比划，说什么鬼子追来了。其实并不是在拍戏，他们是在这个村里面开发的红色旅游。后天呢会有那个公共的演出，为游客准备的小节目。那我们可能就赶不上看了，不过刚才已经看差不多了，好几个场景都被我们看见了。总的来说就是打鬼子的那故事，因为感觉这儿的那个道具还有布景都是现成的，完全不用去拿一些东西在布置，它是完全都是一些那个建筑，都是平时我们看电视里面的很多的场景。因为天有点晚了，我们等会儿还要出山，所以这个吕家村应该没有逛全。但是我觉得这吕家村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它一直都基本每一户都有人住，所以不像大梁村那么荒凉，感觉哪都是杂草丛生的。在这儿感觉比较有人气儿，人也比较多。游客一样不是很多，觉得挺适合来转一下的。对对对，好了，今天就要回去了。我们今天就回去了。